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是不是经常感觉自己肩胛骨缝缝里面发酸，而且这个酸啊是很深很深的这种酸，有的时候它酸起来的时候，恨不得拿自己的手啊，拿一个小锤子啊，用力的去敲一敲。如果你的肩胛骨活动起来，经常感觉酸，而且呢，你的肩膀的活动的时候还有一些咯噔咯噔的声音，那么今天我教给你两个动作，一个是运动的方法，一个是解开这把锁的方法。这两者你把它结合起来去做，你会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么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动作分享出来。如果感觉好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然后呢，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因为里面的细节很多，我担心大家如果一划走这个视频啊，找不到了，或者是以后再想看啊这些细节的问题找不到了，那就麻烦大了。那么接下来我会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首先呢，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下肩胛骨的锁在哪里。这个锁其实藏得很深，一般人如果没有指点的话是找不到的。但是我们如果要找起来的话也非常简单。我把眼镜下掉，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我们把手啊去摸着我们的后脑勺，就这样去摸着它。然后你用另一个手，比如说我的左侧肩胛骨内侧缝缝里面酸，我就拿出我的左手摸着后脑勺，右手就放在这儿。放在这儿以后呢，我们把手臂来回上下的去这么动，上下动，你慢慢的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会跳出来一个硬硬的一个小骨头去顶着你的手，你自己感受一下啊。有一个东西会跳出来，如果你感受不强烈的话，可以把手放在这儿往里面压一压，跟它做一做对抗，你会发现有一个东西在跳出来顶你的手。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肩胛骨的一个活动轨迹。我们要做的就是说，当它往外去活动展开的时候，我们手斜入45度的一个角度，像这样啊，你看这个角度斜着往内去探入进去，你看往里面去一摁进去以后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手能包住这块这个肩胛骨的这个肌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的背阔肌，如果你手能这么包住的话，你大拇指点的位置刚刚好就是我们这个锁的位置。如果说你这个手啊包不住的话，你就斜着用你的手这么点入进去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点，但是一定要记得你的手要抬得高高的，如果你的手不抬，像这样或者像这样抬不上去，那么这个地方你就点不到它了，它就藏起来了。我们把手点高，用你的手把它包住这个是第一种方法。包住了以后，大拇指就这么转，顺着我们这个里面转，从上转到下，大约是1指的长度，从我们的上面慢慢的转下来走上一个3到5遍，你自己去感受。有的朋友一做就开始龇牙咧嘴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很多人是关着的。什么叫关着的？开关开了就通了，关着呢它就是堵着了。所以呢，我们从上到下走上个3到5遍基本上这里就通了。通了以后，你活动肩膀，你哪里都没碰，你只碰了这一个点，完全不一样，是不是？但是你记住有很多朋友他这手是摸不到这儿的，因为他经常这个地方打不开，所以呢他只能够用这个4个手指去探着里面。当你探着里面以后，一样的就这么转就行了，一定要记住斜着进去就这么探着转就行了从上到下大约1指的长度。当你这里解开了以后，活动肩膀，明显的感觉这个动作做完以后让你轻松了。那么这个动作其实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动作。以后呢，每周你做上一个3到5次就行。紧接着我要教大家怎么去锻炼光去做还不够的，还要去锻炼。怎么去锻炼呢？就是夹脊、夹背。怎么去夹？把你的4个手指握住，这叫握固。握固了以后，顶在我们的腋下顶在我们的腋下，然后这么去绕的时候，把头看上天空，或者你闭着眼睛慢慢的去绕。一定要记住，这就像拧螺丝一样。所以呢，我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你看往后绕，你别往前绕，这就绕反了。往后绕的前半程的时候没有关系，然后在后面手一定要去夹着，像蝴蝶一样往后夹着，这么一绕下来，这个后半程就要缓慢，前半程快一些，后半程慢一些，就这么去做。每天做上一个20下
到30下。做完以后，你自己就能感觉到这个地方松了啊。这2个动作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呢，我们第一个的一个解法和包括后面的一个运动方法，大家结合在一起去做，你自己去感受一下就知道。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感觉大伟讲的好的，一定要记得评论区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咱们的视频收藏下来，给他点一个赞。没有关注的朋友啊，记得关注我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啊或许是不传之秘，但是在我大伟这里呢，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人上了年纪以后，大多数人啊都会出现肩颈上面的问题，很多人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法，所以呢，肩颈出现僵硬酸痛的时候，要不然就是摇一摇脖子，要不然呢就是用手啊拍一拍。你会发现这样做虽然短时间之内可以缓解我们肩颈上面的一些问题，但是没过一会儿，这个肩颈啊是该酸还是酸，该疼还是疼。其实我们肩颈啊之所以酸疼难受，最大的祸根就是在于我们的一个肩胛骨。大家可以跟我做一样的动作，我从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当我把我的肩膀往上耸的时候，注意看我颈椎的变化。当我把我的肩膀往上耸，我的脖子会不由自主的跟着我的肩膀啊一起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颈椎的底座就是在于我们的肩胛骨，肩胛骨的状态好坏会直接影响到颈椎。所以呢，想要颈椎好，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我们肩胛骨上面的一些筋节，把这些筋节打开，我们的颈椎啊曲度自然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同时呢，颈椎的压力也会减少很多，这时候我们的颈椎就会变得非常的好。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就会教大家一个最全面的方法，打开你的肩胛骨，让颈椎不留祸根。我们分别会从前、内、上3个方向去完全的打开你的肩胛骨。大家跟我做完以后，感觉颈椎、肩颈啊轻松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留言有用2个字，你的2个字会帮助更多的人。同时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免以后找不到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咱们来做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打开我们肩胛骨最前侧的一个点，叫做会突。那么这个会突非常重要，它虽然小，但是它上面长着一块肌肉，叫做胸小肌，直接连接着我们胸部的一个肋骨。所以呢，我们要把这里给它松开来。怎么去松？你看，手直接就是放在我们的肩部，就像我这样，你看平放手掌平放，然后呢非常简单，我们把手你看这样握拳。握拳以后呢，我们会有这个指节它顶着的这个点就是我们要松解出来的一块筋你看这样。好，压下去以后，很多人会发现非常的酸，非常的胀，很多人还会有一些刺痛的感觉。没有关系我们压下去以后，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都可以朝着一个方向，我们去揉上一个30下到50下，压力是始终压下去的，然后就这样去揉30下到50下。然后呢，我们做完左边，再做右边。这里主要一个重点就是去找这个点。你看，掌根对着哪呢？对着我们的胸骨这块胸骨柄这块。你看，掌根贴上去完全的把手掌平着放在我们的胸口然后你看手握拳，握拳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指节这里直接是压在我们的胸部这里的你看压下去以后，你看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都可以就这样揉。你会在某个地方碰到一个点或者碰到一个筋节，非常的酸胀，我们把这里给它完全的揉开就可以了。好了，这是第一个地方那么揉开以后呢，你活动一下肩膀，你会发现你整个胸口都能打开了，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好了，做完这一个以后呢，我们讲第二个点。第二个点非常简单我们要从我们肩胛骨内侧有一块肌肉叫做肩胛下肌。你看，我们手放在我们的耳朵上，那你看就这样放着。然后呢，你会发现，你看我手臂往上一移，它这里就会有一个骨头凸出来撞击我下面的这个手。我们就把手放在这样，反复移，你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一个小骨头在来回的移动这个呢，就是我们肩胛骨的下角。我们从哪里呢？从我们的腋下，你看贴进去，手往外一张顺着我们整个胸廓的这个壁往后去穿，往后去顶你看手打开，把手往上最上面打开，然后手贴着这个胸骨壁你看往里面去按随便按你找到一个点怎么按也按不进去大概在我这个位置它会有一个骨头顶着这个骨头呢就是我们的肩胛骨下角然后呢，我们点着这个骨头内侧然后从下到上，你看点进去，1、2、3、4、5 2、2、3、4、5
3、2、3、4、5啊，你看从下到上啊，反复去做一个3到5下，这个动作啊，很多人他是忍受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肩胛骨上面已经有很多的一些筋节，长期不去处理，所以做起来的时候啊，会非常胀。所以这个动作呢，你一定要忍受着把它做完我们哪怕就从下到上做个3到5遍，我们另一侧不做，你去活动一下你的膀子，你看一下两个膀子之间的区别，就能坚定起你做这个动作的决心。好了，我们左边做完，右边再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我手自然而然的搭着我的耳朵，然后呢，我另一只手呢是贴近我的胸壁然后你看往后去戳一戳，这个手往上移一移你看往上一移，然后手往后一戳，你会明显的戳到一个小骨头然后顶着往后顶不动了就在这里，你看1、2、3，2、2、3、3、2、3往上移这个力是往后的这个方法请一定要记住非常的重要。好了，这2个点剪完以后呢，你再看一下你的肩膀活动起来你的颈椎活动起来是不是非常舒服？好了，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第3个点，第3个点呢就是我们的肩胛提肌这个也是一块非常重要的肌肉，大多数人这块肌肉都是长期处于非常僵硬的状态。我们怎么做呢？你看非常简单脖子往一侧歪，你看脖子往一侧歪，这里呢，你看我脖子这里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会跳出来一根大筋我们手呈这样握拳，就是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这一圈然后去击打在我们这个跳出来的这个筋上面从下到上都可以。击打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喜欢是这样，你看这个叫什么？甩着手臂还有一种呢，我们叫抖腕，你看。手臂不动，小臂你看抖腕你看打出来的声音击打感是这样的大家听这个声音它像个小锤子一样快速的，你看1、2、3、4、5我们不用很用劲你看试一下力道，2、3、4、5，头脖子一定要是歪着，把这个筋抱出来，1、2、3、4、5，1、2、3、4、5，1、2、3、4、5，好。做完以后很轻松的就能让你的肩颈放松下来，然后另一侧也是一样的，1、2、3、4、5，1、2、3、4、5，1、2、3、4、5你找到某一个点特别的酸，特别的胀就在那个点多敲几下这个方法的步骤大家不要乱记住了，1、2、3。三个步骤这3个步骤就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帮助你改善你的肩胛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如果在外面请人帮你做的话，那价值也是不菲的。但是今天我教给大家，大家做完以后应该都能感觉到这个动作的神奇之处。如果你感觉好，就一定要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并且把这个动作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大伟在这里教给大家的动作绝对都是百里挑一的非常好的动作，能真正意义上帮你改善身体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没关注我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给我点个关注，你的一个关注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鼓励。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很多朋友肩胛骨内侧这个地方是不舒服的，经常感觉僵僵的、酸酸的。有的朋友反馈说就像骨头里面窜出来的那种酸酸胀胀的感觉，特别的难受。其实呢，我们肩胛骨内侧这个点位的肌肉是经常处于拉伸状态的。那么它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信号。比如说我们经常你看坐的时候是这样的。人是这样的坐的，然后在肩胛骨内侧这里呢，就是处于被拉伸的展开的一种状态。那么很多朋友玩手机也是这样玩，低着头玩手机，肩胛骨内侧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强化也是处于拉伸的状态。所以肩胛骨内侧这个地方一定要经常的让它强化，往我们的内侧去收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大家做完以后就会感觉肩胛骨内侧这里绷紧了，有2根绳子在抓着我们的肩胛骨向后非常的舒服。这个动作呢，大家做完以后感觉好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同时记得把这个动作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其实动作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把手握拳，然后呢，你看手臂去贴着我们的身体内侧，同时往后去压一点，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么我们在这个姿势保持住不动就是这样，保持住不动。
保持大概在5到10秒钟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慢慢的把我们的身体啊往前略微倾斜一会儿，依然保持这个姿势啊，你就会发现很神奇的感觉来了。什么呢？你会发现，哎，原来一些找不到这种发力感觉的肌肉开始逐渐一个一个的跳出来了，有一些酸酸胀胀的感觉，就这样啊，保持住啊，然后慢慢的俯身。好，有这种感觉的朋友们呢，现在就可以跟着我做接下来的动作了，是什么呢？你看，逐渐的，你看小幅度的手上抬，用力的向内向后，你看去挤压，你看上抬往下用力，上抬往下用力，你看就这样啊。做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的胸啊，你千万不能弯着腰这样去做，这样去做你肩胛骨就到这里，你看手臂到这里就给卡住了，你不能去往后去发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胸你看挺起来，然后呢小腹微微的内收。然后找到刚刚讲的发力感觉，开始你看上下用力，用力后保持2到3秒钟，再上再下用力，保持2到3秒钟，然后慢慢的加快速度。你看1、2、3、4、5，甚至可以俯点身6、7、8、9、10，不同的角度啊，给大家看一下啊，就这样快速的把我们的这里啊，慢慢的啊，速度可以加快啊，就这样。慢慢的把这里的肌肉啊给它激活，让这里的肌肉得到一个深层的锻炼啊。这个节奏啊，你根据个人的情况而定。有的人他喜欢做的比较快，往后去夹，只要你有发力感就可以；有的人喜欢做的比较慢啊，做完以后啊，到最顶端保持2到3秒钟再松，再到最顶端保持2到3秒钟再松啊。这个呢，根据自己去掌控。你一定要记住一点啊，做的时候你的后边要有2根绳子一样的，在紧紧的、牢牢的抓住稳定你的肩胛骨。好，我们一般做上1分钟以后啊，然后你会感觉，把胸再往前拉一拉，你会发现啊，后面这个绳子啊就跳出来了啊。牢牢的锁住你的肩胛骨，你会发现再变成原来的姿势啊，会非常的不舒服。然后自然而然呢，你的胸也挺起来了，你的肩膀呢后侧也会感觉这种酸酸的这种肌肉发酸的感觉，非常的舒服。然后活动一下你的肩膀，活动一下你的整个颈部啊，你会发现非常舒服。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小小的动作，但是大家不要看这个动作小而忽略它的一个作用。每天坚持跟我啊这样练一练。把这个动作学会，每天夹一夹就行了。我在这里还要最后提醒大家一点，任何的健身锻炼动作，它都是以肌肉发力啊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很多朋友一样是去做这个动作，他找不到肌肉发力啊，这感觉他就锻炼不掉这种目标的肌群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开始要在这里去保持5到10秒钟？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前奏啊。这样去保持的话，然后身体微微俯身，你能明显找到这种肌肉发力的感觉，在这个感觉之下再开始去做，就能慢慢的、逐渐的强大锻炼我们所需要锻炼的这种目标肌群。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讲的话有点多，也是希望大家能更好的学会。那么最后再说一下，在别人那里啊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说起肩胛骨啊，可能很多朋友啊对它都不太了解。但是呢，也有朋友啊，对它有一种非常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什么呢？就是肩胛骨缝缝里面啊发酸，它这种酸啊是感觉在最深层的一种酸胀感，而且非常难以忍受。那么其实说到肩胛骨啊，我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些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知识点是什么呢？肩胛骨啊，对于我们整个身体的结构来讲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不信啊，你跟我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就是我们把坐直了以后呢，大家注意看我的肩膀啊往前去移动啊，你会发现啊，当我肩膀往前移动的时候，我的脖子啊不知不觉的就往前探了，而且呢，我肩膀往前移动了以后，我的腹部啊和我的胸腔啊就会被压缩的非常厉害，给里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个只是一个肩胛骨向前移动的带来的一些问题。所以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你肩胛骨不好啊，你的肩颈啊肯定也会承担着很大的压力，肯定也不怎么如意。所以呢，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大家注意看啊，
我们的肩胛骨啊往后夹紧啊，你会发现，当我们的肩胛骨啊往后夹紧了以后，你再去活动一下你的头啊，上下去活动，你会发现特别的轻松。其实这个呢，就是说明肩胛骨啊对于我们的体型啊、体态就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改变。其实有些时候啊，咱们只要把肩胛骨这个位置啊给它处理好了，那么我们整个人的上半身啊，其实也就没有太多的忧虑了啊。所以我今天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来帮你把你的肩胛骨恢复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状态。好，这个动作啊非常的经典，也非常的实用，我们称之为环臂摇船式。怎么去摇呢？你看啊，我们两个手啊这样抓住我们的这个手腕，你看这样一抓，它就像一个环住了。你看环臂嘛，就环住了。然后摇船呢，你看非常简单，我们坐直了以后，手自然下垂，然后开始摇摇。身体不动，只动手臂。你看，摇到我的一侧的极限，那我是再往上，我上不去了。好，缓缓的回到另一侧的极限，然后越摇越高越摇越高。这个动作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活通我们的肩胛骨，对于我们的肩周也能带来很大的帮助。你看，我们就这样越摇越高。而且呢，在某一个点你会发现有些筋是真的非常的紧。然后在这个时候紧的时候呢，我们就保持住保持住然后呢，我们就再继续摇，往上摇。你看，越摇越高。大家看着视频跟着我一起做，你就会发现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好然后再摇，看我摇到顶了慢慢的再摇上去。好，摇到顶了，我基本上就再上就上不去了。好，我们再放下来，从下到上我们算一次，再来第二个，看摇，摇到底，基本上每摇的地方你的这个肌肉都能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牵张，而且呢，在摇的时候就把你的肩胛骨附近的一些筋节给它活通了越摇越往上但是注意这里有个细节，我们的身体是始终不动的朝向正前方。你看越摇越往上所以呢它叫摇船式。好，慢慢的摇到我们的头顶，是不是非常简单？我相信很多朋友当他的背肩非常紧的时候，你去做这个动作它会给你非常多的惊喜，给你很多你想不到的帮助。好了，今天咱们这个动作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回去呢，就是每天你去做一个6到10个，从下到上呢算一次。那么今天呢，你整个背后包括我们的肩膀都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助。好，我是大伟，感谢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没有关注的朋友一定要点波关注，并且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后随时打开收藏夹就能看见了。记得大家给我点个赞，长按呢就给我一个超级赞，谢谢大家。